出行里极易被忽视的隐患，并非长辈腿脚不便没法坐车，而是不少老人尚能独自搭乘地铁，却会忽然分不清出站口，找不到回家的路。小印度地铁站新近增设彩色怀旧指引标识，看着只是站内装潢更新，实则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出行难题。步入老年后，即便身体无碍，认知慢慢衰退，也很容易在地铁站走失。这些彩色标牌绝非单纯美化装饰，也不是形象宣传手段。新加坡交通部门已然意识到，肢体上通行无障碍，不代表认知层面出行无障碍。这期我们就拆解3件事，这套全新标识具体解决了哪些老年出行痛点，落地首选小印度站点的缘由，以及这一调整折射出新加坡公共交通整体的转型方向。如果把这件事只看成一则车站小新闻，很容易低估它的重要性。因为新加坡面对的不是个别长者迷路，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在变。按照官方长期人口趋势，到203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大约会到1/4。与此同时，本地长期引用的数据也提醒，60岁以上长者里，大约每10人就有1人会面对认知症问题。也就是说，未来越来越多家庭会遇到一种情况，长辈身体未必差到不能出门，但记忆、方向感、空间判断会慢慢变弱。对新加坡来说，这个问题不能只留给家属自己解决，因为这里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公共交通，很多家庭没有车，或者白天根本没人能接送。长辈去看诊、买菜、探亲、去庙里，往往就是靠巴士和 MRT。只要车站里一个转角、一个出口判断错了，就可能从自己出门变成全家同时紧张。所以这几年你会看到 LTA 推进的包容性交通，已经不只是电梯、坡道、轮椅通道、导盲设施这些身体层面的无障碍。随着认知症友好社区的推进，交通系统也开始处理另一层问题：一个人能不能看懂、记住、确认自己正在往正确方向走。小印度站的新标识就是这套思路最容易被普通人看见的一步。很多人第一反应会问，为什么不用更大的字、更亮的箭头，偏偏要放缝纫机、盐波这些图案？关键就在于认知退化带来的困难，常常不是看不见，而是看见了也很难马上判断、记住，然后再重复确认。对一般乘客来说， Exit A、Exit B 这种系统很自然，你看一眼就能把字母、方向、楼层和外面的街道连起来。但对部分失智症长者来说，问题可能出在几个环节。他记不住刚刚看过的编号，转个身就失去方向感，也很难把抽象字母和现实目的地稳定对应起来。于是他不是完全不能走，而是在最后几个选择点反复犹豫，甚至越走越乱。这个时候具体图像的作用就出来了。第一，它比字母更容易形成记忆点。家属不一定要说你从 Exit C 出来，而可以说你看到那个盐波图案就往那边走。第二，怀旧物件会带来熟悉感，尤其对年纪较大的乘客，旧式家用品、厨房器具、手工业物件往往比现代符号更容易留下印象。这里不是把怀旧浪漫化，而是承认人的记忆并不平均，越接近长期生活经验的东西，越可能成为稳定线索。第三，颜色加图像比单纯文字更适合快速确认。人在车站里移动时，通常没有很多时间停下来细读，能不能一眼认出对，就是这个，差别很大。所以小印度站这类设计，本质上是在把抽象导航系统翻译成更贴近长者认知习惯的导航系统。它也不是随便贴几个图案而已。小印度本身就有鲜明社区特征，选择什么图像，既要考虑地方文化，也要考虑上一代人是否真的熟悉。这样做的好处是，标识不只是看得到，而是记得住、说得出、找得到。当然，边界也要讲清楚。这些标识不是万能钥匙，不可能完全解决失智症出行问题。认知症程度不同，效果也会不同。如果一个人已经出现明显定向障碍，单靠图像仍然不够，但在很多轻度到中度风险场景里，它确实能降低判断门槛，减少长者在出口、转角、换乘点卡住的机会，
换句话说，它不是替代照顾，而是在公共空间里补上一层原本缺失的安全感。如果只把焦点放在图案本身，其实会错过更关键的一层。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交通系统里，而且是由营运方和失智症相关机构一起做？这里反映的是治理方式的变化。过去很多人默认失智症长者出门安全主要是家庭责任，最多再加上医疗和社会服务支持。但当一个社会老龄化到一定程度，这种看法会越来越吃力，因为长者不是只活在家里，诊所和护理院之间，他每天会经过祖屋楼下、巴士站、MRT、商场、Hawker Center 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准备好，再细心的家庭也很难完全兜住风险。小印度站试点之所以值得讲，是因为它说明交通系统开始承认，认知退化者的出行安全是公共系统要共同承担的一部分。SBS Transit 与相关失智症机构合作，背后逻辑很清楚。交通部门擅长的是人流、动线、设施和现场执行，失智症机构更了解患者在辨识、记忆、焦虑反应上的真实困难。只有把照护经验和车站现场结合起来，才可能做出真正有用的方案。类似彩色标识后来也出现在其他交通节点，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它说明这不是一次性的媒体案例，而是在测试可复制性。如果一个站点有效，下一步能不能变成更标准化的做法，扩展到不同交通节点？当然，这里也不能过度美化，成效最终不是看大家觉得温暖，而是要看长者是否更少迷失，家属是否更安心，前线员工是否更容易协助。可从政策角度看，这一步仍然很重要，因为它把一个原本容易被私有化的问题重新放回公共治理，不是叫家庭自己扛，而是让交通、医疗、社区一起分担。把小印度站单独看，你会觉得这是一项贴心设计，但把它和新加坡这些年的交通变化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它其实属于一条很清楚的路线。先看 Silver Zones， 长者较多的社区开始出现减速带，道路收窄，提醒驾驶者减速，行人过路时间延长。这背后不是简单的照顾老人，而是承认道路不能只按照年轻人反应速度、车辆通行效率来设计。再看公共交通系统本身， LTA 多年来持续推进电梯、坡道、轮椅通行、导盲设施，这些都在解决一个问题：身体行动不便的人能不能进得去、上得了、换得到。到了今天，小印度站这类认知友好标识又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即使身体上没问题，认知上比较脆弱的人能不能不那么容易慌，不那么容易迷失？你会发现治理重点正在从有没有设施变成这些设施和指引在人的真实状态下到底用不用得起来。很多城市做适老化容易停在硬件清单，但真正的出行体验是从祖屋下楼、过马路、换乘、找出口到回家这一整段链条。新加坡现在这套做法价值就在于它开始把这些环节接起来看。小印度站用怀旧图像，不是为了做旅游风格，而是让本地长者更容易抓住熟悉感。这种本土化比照搬一套国际模板更有意义。对许多工薪家庭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城市看起来先进，而是你上班的时候，家里的长辈还能不能相对安心的自己出门、自己回来。所以小印度站突然变了，最值得看的不是颜色多了几种，也不是车站更好拍了，而是新加坡交通系统开始认真处理一个过去不容易被看见的问题。有些人不是不能出门，而是需要城市多给他一个不会慌、不会乱的提示。对一个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公共交通又高度普及的社会来说，这类设计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提前减压。它减的是长者迷失方向的风险，也减的是家属在工作中途接到电话时那种立刻紧张的压力。接下来更值得追踪的是，这种认知友好设计会不会扩展到更多 MRT 站、巴士转换站，甚至祖屋周边的日常动线。如果你也关心新加坡政策怎么一步一步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欢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觉得新加坡下一步最该优先改善的适老化交通措施
是什么？